酱面，这应该是我最有可能给外地游客推荐的成都美食。我们从外地专门赶过来吃，外地人我们是。今天我们吃的这家店它特别的特别，它最早起源于17世纪末，200多年的历史，演变了很多次。但是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店的版本，是我在外面生活一直念念不忘的一家店。有3个成都人都告诉我这家店蜗牛口炸酱面，我吃惨了。真的没有人可以复刻它，也没有任何广告，就是吃。他家其实非常的便宜，你把这个菜单全部点一遍，也不到200块，但是没有人会全点一遍啊。我要一个2两炸酱加脆烧加牛肉加煎蛋，然后再要一个红油饺子，然后要一个鱿鱼抄手，再个最多块。我惨了。吃面之前先来一碗粉蒸肉，它这个是那种很老式的小蒸笼牛肉，装盘之后会淋红油和蒜泥，不用咀嚼就能感受到粉质的细嫩，切得很小，所以牛肉更入味儿。回到成都之后吃什么，我感觉都很辣。我觉得它这个臊子加到豆腐脑里面肯定也很好吃，别跟我争论什么甜豆腐脑啊。然后这个是用来味觉修正的，它叫醉豆花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家的醉豆花真的是很无敌，喝到嘴里就是冰冰凉凉的醪糟味，但是它那个酒酿的味道若有若无，它不会盖住豆花那个很细腻的味道，但它又很有存在感。它的醪糟的比例特别的好。然后就是炸酱面了，我一般还会配个红油水饺，讲究一个主食配主食，长胖又备食。我点的太多了，我没有想到你们家那么多。吃炸酱面的精髓就是把那个臊子和转，他家是成都特色的湿臊，但是我喜欢再加一份脆臊，口感会很奇妙。哎压了，和炸酱面真的是成都人的一门手艺。它面用的这种成都很挂料的，而且很粗的棍棍面，入口先是那个辣油的冲味，然后就是料汁里面那个淡淡的甜味，感觉酱料和面条的融合度很高，真的太香了。这家店出名只有它道理。这个面条嚼起来贼扎实，一筷子可以挂很多料，吃起来就是油润但不油腻，油会让那个面条变得更滑，更好进入你的喉咙。我感觉我肚皮上的油现在在跟着流。一口面一口水饺，它看上去是不是很像中水饺？但它这个皮儿其实比中水饺更劲道，每一个都是前一天晚上娘娘现包的，肉馅压得特别实。你看着它红油很多哈，但实际上它是甜口的那种。吃了炸酱面可以吃这个放松，可能只是我吧。炸酱面里的煎蛋裹上一层红油，大户人家的体验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实在是太辣了，他家还有个鸡汤抄手，而且是鱿鱼炖鸡。我们家每年大年30的时候就吃这个汤，但是从来没想过在里面炖抄手，这个比龙抄手不知道好吃到哪儿去。一定要尝尝它的鸡汤，真的太浓了，一点点黑胡椒，再带上一点海鲜的味道，光是这个汤就很鲜。所以如果你怕辣，就炸酱面配抄手；不怕辣就配红油水饺。其实，在成都这种很有烟火气的社区小店还有很多，面也好吃，那个也好吃，都是街坊邻居口口相传的好店。很多人都说成都人对浪漫过敏，但是这些街边小店不就是浪漫本身吗？阿杰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和牛在除了日本以外的地方已经卖到了天价，但是如果你问我来了日本应该怎么选店台湾那是对，就选今天这种店，就是那种商务大叔带着女生过来吃的店，一般都不会错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它足足有4.18分，而且服务员为什么那么帅啊？在日本这样分段的烤肉一般都是4万到5万，何以解忧，唯有和牛，一顿不够2顿来凑。今天我们终于约上这家店了，又是这种座位全在2楼的隐秘店。上前菜之前还会有个展示环节，今天的第一个前菜仿佛应该在法餐厅出现的，吃起来像一个浓郁版的甜豆花，有点像融化了的芝士慕斯，反正又是奶乎乎的口感，就只有一口。第二个就是今年那个很火的折叠饭团的生牛肉，用鱼子酱把海苔粘在一起，里面的生牛肉是用烤肉酱腌的，酱香上头。这和牛手卷应该讲肉糜那种缠绵的口感也很上头，就是太少了，贼辣香。小哥说这个牛舌是用红酒炖了很久，本来我以为它是牛脸肉，结果它是牛舌哎。这个汤汁很像罗宋汤和咖喱混合的味道，嚼到里面的还有一点红酒味。然后第一个烤肉就是牛舌，这家店就是这个超厚切牛舌最出名了，就是你们懂那个，你的口腔那边能够感受到牛舌每一寸肌理的感觉吗？那种外面脆弹脆弹，里面生软生软的口感，再加上浓浓的肉香，瞬间在你的唇齿间炸开。它最里面的那个部分真的特别的像龟苓膏。他家的和牛也是在自家农场培育了很多年才杂交出来的，所以还是有点费钱包。再去吃菜，然后接下来是这个，整个和牛身上最贵的一个部位，也是最精华的，肉眼可见的脂肪比肌肉纤维还多。这种比较肥的里脊真的很夸张，就是一边嚼一边喷油。他们家的烤法真的很神奇，它是一直不停的在焖烤，反复焖烤，很像韩国的做法，直到把牛油的香气焖到那个4月瓜里面，就是蔬菜的里面都是带肉的味道。下一块肉的口感其实很像牛脸肉，但它更有纤维感，就是一层叠一层，比较像潮汕牛肉里的勺饼，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味道。然后在这种比较高级的店，一般吃2到3种肉，会给你上一个味觉修正的东西，像这种生姜清汤面，它就只有一口。他家的和牛三明治真的很野蛮，可能他深知自己比不过别人，就干脆放弃了。2片焦脆的吐司，加着一整块里脊肉，里面那个蒜蓉酱有点像吃东北烧烤，给我颗蒜就好了，好吃晕了。这个是哈密瓜泡菜，这个真的很难评，就是隔行如隔山。为什么要用哈密瓜做泡菜？这个真的只是一个造型的作用吧？就是酸甜苦辣，除了苦它都占了。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东西啊？它们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下一块，他说这个是牛屁股上面的肉，所以吃起来会是有种指定能行的感觉吗？但它在烤的时候，我就能看到那个肉汁顺着它的纹理不停的往外流，真的像是在喝那个牛尾汤。这个是横膈膜肉配洋葱，有点像高级版的吉野家牛冬饭。它这个洋葱的汁水也很多，然后横膈膜肉的汁水也很多，嚼起来就像是在你嘴巴里面炖汤，而且很像布丁上面的焦糖，甜上加甜的感觉。主打的概念就是那
那种非常多汁的那种感觉。最后的一块肉也是最顶级的体验，它这个会给我一种牛奶配坚果的感觉，那种黏糊糊的口感，像加了超多麻酱的东北砂锅土豆粉，黑松露的汽油味也会在每一次咀嚼的时候深入你的喉咙和鼻腔。每次吃到这种配松露配蛋黄，我都很开心。总有人跟我说和牛店吃不饱，我们来看看主食，一碗冷面，一碗饭，反正就是和牛不够主食来凑，对吧？我想夸的其实是他们家的咖喱饭，它用的是和牛的牛脸肉炖的咖喱，里面那个肉特别的烂，太适合做咖喱了，就整碗饭吃下去都很轻松。然后甜品也是2道，一个牛奶布丁和一个芒果，还挺舍得的，感觉每一次吃和牛店都能解锁一些新的吃法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咋样？特是这种从小吃到大的点，像是以前每年暑假的订饭。又到了吃快餐的时候，这个温度必须得吃手枪腿。最近实在是吃了太多各式各样的菜，我们回归一下初心。手枪腿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听说最近出了新品，今天就来尝一下德克士的新品。其实每一次主要是来吃手枪腿，已经闻到炸鸡的味道了。但这次他们的新品是把手枪腿和汉堡惊艳结合。我看到了，就那个手枪腿堡，就他们甚至还把这个手枪腿堡做成了手枪腿的造型，就是说一个爱吃手枪腿和爱吃汉堡的人都有被满足到。好香。这次的2个手枪腿堡都是汉堡中不太常见，但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口味，一个是傣式酸辣鸡手枪腿堡，还有一个是麻酱麻辣拌手枪腿牛肉堡，就是不走寻常路，对吧？啊，好可爱啊！傣式酸辣鸡手枪腿堡里面夹的是手枪腿造型的鸡腿排，它这个大块的鸡肉金光酥脆，我想直接立即马上来一口，就是一口下去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浓郁的酸辣酱的味道，而且还配了很多木瓜丝，吃起来就是很清爽，不会很腻。有一说一，这个口味就很适合夏天。我们还点了第2个麻酱麻辣拌手枪腿牛肉堡，它里面用的是微辣孜然风味的植物基牛肉饼，虽然它是植物肉，但是它其实嚼起来的口感还是很扎实，它真的很还原牛肉的口感。我其实想重点表扬一下这个麻酱麻辣拌酱，麻辣拌那个上头的辛香辣味，再加上芝麻酱和花生酱的坚果香，还有一种在吃东北菜的感觉。它里面甚至还加了藕、木耳跟腐竹，就是麻辣拌里面最常见的配菜。它这样吃起来其实都不像汉堡了，因为口感太丰富了。麻酱好浓郁，而且是孜然味道。果然，国内的快餐界和国外一样的卷。最近德克士还出了很多新饮品跟甜品，而且感觉每个颜值都很高。7月5号到9月5号，新品汉堡第2份还半价，感觉有点划算了。而且现在点甜品再加3元，还可以再来1份。小朋友才做选择哦，大人当然全都要。那和牛去不去世，对肉质的影响可以这么大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。今天这家和牛店真的很残忍，每一头和牛的性别跟是否绝育都会根据菜品选择，这也是一个农历的问题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变态，但我还是很好奇。すみません。18時半予約したようです。他家这个装修，如果不是那个烤盘，没有一处像是要吃烤肉的。每天只接待5桌客人，因为都是店长一个人负责烤肉，剩下的服务员就负责端盘子，真专业啊！菜单上每一头和牛的编号、性别、有没有做绝育都写得很清楚。但实际上我也很想问，为什么绝没绝育都要写出来？算了，不要那么多废话，直接开始吧。第一个菜是芝士泥甜虾刺身，中间加的是炸的脆脆的虾头，底下是土豆泥跟果冻，因为它那个虾肉是现剥的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生软，有一点点腻。然后下一个菜是这个，它跟你的舌头接触的一瞬间，你的舌头的体温刚好可以让和牛的油脂化开，所以你能直接尝到肉的雪花的味道，还挺好吃的。今天的第一块里脊肉是和牛三明治，上面铺了一溜黄芥末籽儿，这个横截面特别的好看，它刚放到唇边咬下去的那一刻，会有一种看郭老师视频的感觉，非常的快乐。它的脂肪和肌肉很平衡，口感又很嫩，所以它的齿感特别像双皮奶，但是因为它的肌肉纤维很细，也很容易卡牙缝。预烤肉，这是一整块横膈膜肉，第一次见原来长这样，但是它要断断续续的烤30分钟，所以先上了沙拉，别家用黑松露都是给肉用的，他家是配沙拉，真的奢侈。这个是我最爱的韩国菜参鸡汤，里面是西葫芦、枸杞、红枣跟鸡胸肉，就是一闻会有非常浓的黄油味。我发现他家烤肉都是往生的烤，他家的舌根肉吃起来很像烫的没有那么熟的菌根，嚼起来嘎吱嘎吱的。然后这个薄薄的是舌尖肉，它就是有点类似于潮汕牛肉的牛胸口肉，那种脆中带软的感觉。连接处的肉其实卖的很贵，因为量很少，它吃起来真的很像口香糖。横膈膜肉也烤好了，它会比别的部位的肉更软，也比其他部位更肥，因为它的纤维是很多很多层，所以吃起来很像千层蛋糕。这种还没烤的里脊肉看上去真的很像南齐金枪鱼，肉也没有多余的筋，就很好嚼。里脊肉就是金枪鱼的中枢。然后下个菜是和牛寿司，小杯子里是调制好的蛋液，你直接往上倒就行了。包住饭团的瞬间，先是你的口腔内壁感受到了蛋液，然后再是咀嚼之后混合的那个香气。肉眼部位的肉就是每一片汁水都很饱满，就是每嚼一下都会有汁水溢出来。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之后，柠檬冷面真的是很解腻。这个是吃到现在最像韩国菜的一个菜，它那个汤真的很酸爽。甜品是一杯巴菲，粉粉嫩嫩非常少女。总之就是他们家讲究很多，肉质真的很好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吃了饭记得好好刷牙，卡样。